大家好，前两天忽然想做一个自然语言分析的视频，所以在社群里发了一个网络流行语征询的消息，一共收到了10条回复。我呢打算从中选出5条，会在视频的最后进行展示。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自然语言。自然语言的范围很广泛，它可以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或者是某个作家的一篇内容。比如说，像鲁迅先生以前写过的“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然后根据这一段话，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孤寂的感觉，有的人反映了鲁迅先生希望出现新的社会现象，还有人觉得他不爱财。然后，自然语言也可以是视频下的评论，或者是官方政策的一种解说。分析自然语言有很广泛的运用，包括分析作者的用词习惯。我们通过一首歌曲中的不动重复的一些词来看出来作者的一些用词习惯，或者了解人们对某些内容的好恶程度、支持或是反对。当大家对自然语言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如何对自然语言进行分析。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用的工具，是基于 Python 语言的自然语言分析工具 NLTK Natural Language Toolkit。下载方式在官网上就有，点击 Install NLTK，基本上针对于不同的系统一行命令就可以了。NLTK 的用法很多，今天着重介绍它的2个方面，一个是让它对句子进行分析，了解句子的成分；第二个呢是看一下这个句子整体的情感表达。安装完之后，我们在我们的命令行中运行一下 NLTK 这个工具包。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在 Python 的这个语言下引进了 ALTK 这个包，然后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推文上写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敢问，翻译成英文大约是这个样子，大家凑合着看。先给一个变量，接收这一个参数，然后我们使用 ALTK 包含的Word Tokenize 方法传入这个参数进去，在这里面这个 token 会把每一个词单独的罗列出来，然后在下面的这一个 post target 会根据这个词的词性来给它进行定义。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 token 里面都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词都被单独的分列出来，包括它的符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arget，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会对每个词的词性做一个定义。可能有小伙伴会问，它们是什么意思？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拿 VB 来说。当我们走到 ALTK 的这一个文档当中，我们会发现，它呢会对每个词的词性进行定义。这里面有很多，刚才那个 VB，我们在文件当中搜索一下，不能看出来这个 VB 就是动词的意思。在这个例子里面，像 don't，它就是一个现在时的动词；no，它是动词的原形；and 是连词，然后其他的就是类似的这种意思。这就是 LTK 实现的第一个功能，对将这一个句子拆分为每个单词，并且对每个单词的词性进行定义。下一个例子就是要针对这句话，我们要看一下它表达的意思是正面的、负面的还是中性的。这用到的它的一个工具叫Sentiment Analysis。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代码实现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它的一次语义的分析。这里面的结果包含负面的、中性的以及积极的，还有复合型的。复合型的就是说，当一句话它可能包含正面的，但是也可能是中性的时候呢，它呢就会变成为正数；当它为负面，但也可能是中性的时候呢，它都可能变为负数。它的取值范围从-1到1，其他的都在0到1之间。在这个代码里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从这个 NLTK Sentiment Writer 这个包里面引入了这么一个工具，然后呢，我们将这个工具用一个变量来代替它，然后使用这个变量当中的这一个方法，将我们的这个 sentence，就是我们的那句话传入进去之后，它会自动的分析
打印出来的结果就是最后这一个。为了方便理解，我们换一句话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如何的。哦，这一个好像也是中性的，我们再换一个。这里面我们加了一个 great，从而它包含一定的正面的消息，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复合程度啊为正数。当然，这个的计算并不是简单的将它们相加然后再一除，而是它有自己的算法。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我们再找一个负面的句子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哎，我们就看到，当你说今天是星期一，太糟糕了，然后会发现它的负面的效果是0.43437，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后的复合性效果为负数。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自然语言分析工具的2个例子啊，当然它还有更多的方法，建议大家多阅读一下这一个文档当中的内容。当我们学习这个工具时，熟读它的官方文档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它这里面涵盖了所有的方法，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仔细研究一下。接下来我们要针对，我们选中的5个句子来分析一下它们的语言状态。因为我们所有收集的句子都是中文的，但是这一个工具它并不适合中文的翻译，所以说我们先用谷歌翻译看一下。当然，这种直白的翻译的确并没有表达它的意思，所以说我稍加修改，大家看一下最后的效果。这是我最后获得的一个结果，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句子是“不会吧，不会吧，你真的以为我会告诉你？快看快看，他急了，他急了。”这句话分析的结果是有54.6%的消极性，以及45.4%的中极性。看起来这句话完全是一个比较嘲讽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最后的得分是一个负数，而且马上要接近100%。刚才已经说完了第一个，然后下面一个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这句话里面，积极的成分包含0.314，中性包含0.686。综合来讲的话，显得更为积极。可能这句话我们都误解了它的意思，它并不是说一个人多么自负，而是说他可能真的只想关心一下他自己的想法。下一个，就这，你在教我做事。哎，这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一句话。我们都知道，计算机是不会骗人的，所以这是真的。可能这句话只是一个人的一个想法，他并没有嘲笑别人的意思，也没有显得多么的自恋。然后这一句话来自于赵本山老师曾经说的一句：“你得支棱起来啊！”哎，这就是一个催人奋进的一个话题嘛。它的积极成分到达了0.473%，总体来讲的话也是较为积极的。最后一个是 B 站里面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你指尖跳动的电光是我不变的信仰。”哎，这句话我们就看出来丝毫没有一点点的消极性，和0.595的中性和0.405的积极性。而它最后的给分也是达到了0.7574的综合性。最后非常感谢这5位小伙伴提供给我的这些网络用语。在今后的视频当中，我也会继续做一些类似于这种将一些计算机知识应用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去，来做一些分享。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社区，然后积极的在里面进行评论。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